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这个频道是关于职业发展、关于产品经理的和以及个人成长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怎么样呀？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采访 LinkedIn 领英的 Principal 资深产品经理沈宝路。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了。那上一期节目呢，大家看到了宝路他的这个人生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产品经理，有大量的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因为做招聘求职，宝路他是专业的，他是专门做在中国市场领英 LinkedIn 的招聘和求职产品的产品经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来聊一聊这个职场的话题，职场啊、招聘啊、求职啊、中美啊这样的话题。那要打两个内幕两个字，可以搞到内幕的一个黑料封面。Anyway 了，好，首先呢，想听你聊一聊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哈，中美这个环境，这个求职或者职业这个一个市场，比如说中国和美国有些什么明显的区别吗？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怎么说呢？我从这个互联网行业来说吧，我觉得其实in general 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说大家的跳槽频率都比较的大。多高？我昨天刚破了一些 data，就是在互联网这个行业，美国的话，它的这个 tenure 就是说是你在一个公司的这个待有时间多久，应该是1.3年左右。那中国是1.8年，其实差的没有特别多，就是都是非常的。美国比中国短，我以为中国人跳槽多呢。对，当然这个也是，就是可能不同的 industry 啊，不同的这个这个 function 啊，或者不同的地点，其实都不大一样。但是 in general 互联网行业来说的话，再比如说对于这个候选人的这样一个选择层面上来说，比如说我是在美国，我经常听说国内小伙伴跟我讲很多的故事，什么一会儿是性别歧视，只要男的不要女的，一会儿是什么35岁以上通通不要，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到底什么情况？能跟我说说看吗？对，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其实这样的 concern 在国内可能是的确会更多一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关于性别的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当时是做，就是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to B 端的这个招聘的产品，其实是走访了国内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大公司这些 HR，其实还有蛮多家这个公司，它其实 specifically 就是说 request 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性别的这么一个 filter 去帮我们选择？他说，因为有些这个工种我们就是只要男的不要女的。他的意思是给他一个什么勾选，对吧？对对，选男勾，然后所有的女性都不会被他搜出来。对，是的，是的。对，那这个东西在美国是怎么样的？我再给你举一个好玩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组是专门做这个在就是招聘的这个组下面就专门做一个叫 diversity 的这么一个 product。然后当时那个 PM 找到我，他说，我们最近新做了一个这个性别的这个 filter， 你想不想ramp 给中国？我说你这个千万不能 ramp 给中国啊！我说，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东西。他说，那因为美国就是非常注重 diversity， 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公司他都觉得说我要 increase 这个女性的 engineer 的数量，所以我做了这个 filter 专门帮他们去找到这个女工程师，所以就看到这个文化的差异。就是在美国这边的话呢，就是少数的这个群体是被受到优待或者重视的，大家希望增加少数群体的这个比例，而中国正好是反过来，他是说我不想要的人我就更不想要。对，exactly。后来怎么样了呢？对，所以后来的我们这个filter 其实就没有开放给中国，因为我们不希望在中国它被就是 abuse， 然后导致女性可能失去更多的这个机会。对，所以说你做了一件非常有社会意义的事，就是你们客户想要这个功能，你还不给他，因为你就是为了不想让中国的女性的求职者受到歧视。是的，是的。了不起。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比如说年龄方面呢？对，年龄方面，其实中国是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个concern 啊。然后在美国，其实我完全没有听到过，就是35岁以上完全没有啊，怎么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我以前组里有50多岁头发花白的工程师啊，很正常啊。对，是的，是的。然后或者说，甚至也没有什么35岁以上，你要是不是上到管理层，你就怎么样，就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听说过。有些 IC 就做得特别好，对吧？对。然后那在中国的话，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蛮普遍的，就是我们在观察，就是大家在怎么样用 LinkedIn 的 filter 的时候，会看到，虽然我们 filter 上面没有年龄，但是呢，大家会用这个毕业年份去推算出这个人大概有多大，然后去说，我比如说35岁以上不要啊什么之类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哈。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中美的确实是有很多的这种不同吧。我觉得我能看出来的情况是，就如你所说，中国还是有非常多的企业，它在招聘的时候有
年龄、有性别方面的要求。那比如说你不愿意去提供给他这样的要求，其实是牺牲了你们公司工作的一些机会吧，对吧？一些客户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帮助了整个人力市场，对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相对来说，美国至少我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就这一点。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你是35岁的以上的工程师，要不来美国吧？这个也挺缺工程师的，对吧？你们以后搞一个这种跨境招聘，把这个都搞过来。对，是的，我们其实是在构思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这种活动，然后是说，我们觉得应该去发扬一下这样的这种正能量，而不是说是就是觉得说让大家有更多这个年龄的这个焦虑，所以对，就觉得35岁以上也是棒棒的。好，那到下一个话题之前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这个猎头这个事情好像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能说说看吗？对，就是我觉得中美招聘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difference 啊，就是你现在如果收到 email，应该都是 recruiter 来 reach out to 你是吧？就是一些大公司的这个 recruiter。那在中国的话，其实猎头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可能在你的资历越高了之后，就是更多的时候可能不是公司来 reach out to 你，而是这个猎头他手上有不同的公司的职位，他来 reach out to 你。然后呢，这个猎头这个角色，他会去做什么呢？他其实是一个桥梁吧，对吧？然后他会不仅是给你推荐一些这个工作，然后同时呢，他会帮你去 negotiate 一些 salary，然后甚至帮你去 prepare 面试。所以大家如果要回中国找工作的话，就是认识一些靠谱的猎头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也有猎头，为什么在中国猎头是格外重要呢？这两个文化上或者是这个事情上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对，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猎头可能更多是说这种叫做 executive search，对，然后或者就是它的可能美国更多是一个 staffing agency， 像我们就是 LinkedIn 有一个产品叫做这个 staffing 的这个talent solutions，它其实这个 staffing agency 更多是在招一些怎么说这个part time 的或者是就是 contractor 的这个 work，对，反倒是可能就是这些 full time 的这个就是比较资深的这些职位都是。就是一个公司可能是 either 是 hiring manager， 或者是他的这个 recruiter 会直接去 reach out。就美国这边其实用猎头用的还不算很多，但中国是用的非常普遍的。对，是的，中国其实你只要在职场上面可能混个可能1-2年之后，就会开始去跟这个猎头去保持一个关系。那可能又继续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国公司不像美国公司那样，就是招很多的 in house 的人去招聘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啊，就是因为在中国，其实我觉得这个sourcing 就是说是能够找到从不同的渠道找到不同的这个 candidate， 其实还是一件非常花时间或者说一个比较重头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大家是愿意去，你知道在不同的招聘平台上面投钱，在不同的这个猎头上面就是去这个你知道投入这些 resource， 然后来去这个。减轻这个 in house 的负担。这个中国的 HR 其实它是 wear 就是 multiple hats。其实说你如果去看一个中国公司的话，它不像美国的公司这个 HR 分工这么细致啊，这个是搞薪酬的，这个是搞 HRBP 的，然后这个是搞招聘啊、sourcing 啊什么之类。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 HR 做所有的事情。对。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跟 LinkedIn 跟贵司在这个中国的 penetration 还不够高有关系。就是我感觉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的 LinkedIn 的这样的一个 profile， 所以其实不难找人的，就是你找到这个人并不难，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背景放在网上。我相信中国有大量的候选人你是不知道他在哪儿的，就是你也没有他的信息，你必须要通过可能一些线下的各种方式，或找人推荐，或者是找人这个朋友的朋友什么类似于这种形式。是，因为他很多人的背景不够透明，不够 online 吧，不够在线上。所以说你如果全靠这个公司内部的 HR， 他没这个时间做这些事情。对对 exactly， 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在中国。对，那这个不好意思，我稍微再扯远一点哈。那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的这种背景，包括他的这个社交的这种社交网络吧，像美国人或其他国家放在领域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文化上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太想这样做？对，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文化的差异啊。就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愿意就是 brag about themselves，就是说是觉得我做一个牛逼的事情，我就是想放在网上让大家看一看，对吧 ？show off 一下，然后或者说要多发表一些自己这个观点啊。是的。在中国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内敛吧，然后就是一个是不愿意去
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可能有这种公众号去在就是一个非 professional 一个平台上面去做这个事情。但同时第二点，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因为中国其实职场社交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对吧？就是大家可能对 LinkedIn 有时候的这个 perception 还是说是我是不是找工作上领英，那我在放特别多的东西，那我老板看到的时候觉得我要跳槽了，这个不太好，对吧？所以待会儿我会教大家一下，说你怎么样不用放特别多的东西，但是还是可以帮 HR。被 HR 找到。好的，对，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润滑剂。到下一个部分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宝路做招聘求职是专业的，所以如果你是求职者，或者你以后想找工作，现在想请宝路给大家给一点建议，怎么能够帮助你找到工作？好的，那我这边从两方面来说吧，就是一个是说我如果今天是 actively 在找工作的话，你应该去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说你今天可能是 passively 去就是等着机会找上门的话，你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简历完善的更好？那从 active 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你一定要我们叫 apply early， 就是说一定要尽早的申请。在 LinkedIn 上面呢，我们其实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分析，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在对于一个工作来说，你是前25个的申请人的话，你的这个被录取的几率是比其他人要高3倍。对，那这边你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feature 叫做 Job Alerts， 就是你可以去说，哎，今天比如说你想在北京当一个产品经理，或者在这个 Mountain View 当一个产品经理，那你就可以去设置这个求职的这个订阅这个求职的信息。然后呢，今天如果一旦有任何一个 job 它被 PO 出来了，然后符合你这个信息的话，你会收到一个 notification。明白，这个你看就跟我们的频道一样，如果你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如果你以后想要在北京做产品经理，你就在领英上搜索北京产品经理，并打开这个怎么样呀订阅，那就不会错过了。Exactly，对。好，所以说当你有一个这样的订阅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直接推送给你，然后要做的就是说，它一旦出现，尽早投。对，是的。然后但在你在搜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小 tag，它会告诉你说，哎，你是 among the first 25 applicants，然后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你也要赶紧投。对，不错，这我今天又学到了，就是找工作一定要早投。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tips 吗？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在 LinkedIn 上面会看到，就是有些职位呢，就是你是可以在 LinkedIn 上面直接叫做所谓 easy apply， 就是直接就用 LinkedIn profile 就投了，对吧？加一个简历。对。有些职位呢，可能因为就是这个公司它一些流程的这个问题，它必须得到这个网站上面去。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可能点过去以后忘记掉或者怎么样之类，对吧？就很复杂，就是不记得。你可以打开什么东西？我们有一个叫做apply starter。就是在这个job 的这个 setting 里面，你可以打开叫做说，你一旦点了这个 click on 这个 button， 这个 recruiter 就会知道你点了。那这样的话，即使你没有在这个网站上面完成它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recruiter 也会知道说这个人对我公司感兴趣，那我们会去 reach out to 他。明白，这个是中国的还是全球都有？这个是全球都有的，对。不错。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tips，就是如果你在找工作，或者说只要你对找工作有兴趣，请你一定要打开一个东西叫做 Open Candidate， 这个是在你的这个 profile 上面。然后如果是在中国的观众的话，是在中国的这个领英的这个手机 APP 上面的这个 Jobs 这个 tab 里面，可以打开这个 Open Candidate， 什么意思呢？叫做你是 Open to New Opportunities。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不仅是你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收到 recruiter email 嘛，recruiter email 它有个 filter， 就 recruiter 也想知道，就是说到底是谁对工作机会感兴趣，就是说你告诉他，我现在呢想换工作。Exactly， 对，所以就是说 recruiter 会经常用那个 filter。那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你打开了这个所谓 open to new opportunities 的这么一个开关的话，你会比没有打开的人15 times more likely to 收到一个 recruiter 的 email。明白了。对。那如果我并不是很想去找工作，我可以把它打开，然后调戏一下那些 recruiter 吗？也可以啊，你可以跟他们保持联系嘛，对不对？对，就是那在中国的话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更贴近中国市场的一个feature， 在这个 Open to New Opportunities 里面，因为中国的 recruiter 大家知道就是招聘是非常快的。我们其实采访了很多 recruiter， 他们可能早上 po 一个 job， 他们晚上就得招到一个人，对吧？就是好快。对，就是他早上 po 一个 job， 然后中午找到这个人，然后下午过来面试，晚上就发 offer 了，就是这么快。就是说你不想 miss out 掉任何的好的这个 opportunities， 所以很多 recruiter 他是 instead of 就是说给你发
email 啊，或者说给你发邮件啊，他希望能够直接打电话给你。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确是非常着急的想找一个工作，或者说是想不错过任何一个信息的话，你可以在就是我们的中国的 APP 上面看到这个 Open to New Opportunity 下面附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然后这个手机号是保密的 ，recruiter 会通过一个虚拟的这个电话来联系到你。哦，它是一个虚拟的这个转接的电话。是的，是的。哦，哎，这个不是在你的 profile 上公开的？对。明白了。对，这个 Open to New Opportunity 是只对 recruiter 可见，除非就是说你是希望就是大家都知道你在找工作啊，就是的，是的。对。所以你在 Open to New Opportunity 的地方还可以，就是放上你的电话号码。对，是的，是的。好的。那现在就有一些 concern 了，就是说，如果说我想在 LinkedIn 上找工作，我如何不让自己的老板知道呢？对，这是一个 very good question。就是首先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Open to New Opportunities，在你打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已经filter out 掉了所有的你的雇主，就你们公司的人。对，你们公司的人，就是或者说是 LinkedIn 对吧？它被微软收购了，就微软你都看不到。就是还是我觉得是保密性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对，这个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 recruiter 会怎么样搜到你，对吧？就有时候你可能在简历里面写了很多东西，你并不想在 LinkedIn 的这个 profile 上面写出来。那你可能会想，就比如说 recruiter 今天他要找一个 payment 的产品经理，那如果你在 profile 上面只写自己是产品经理，你可能就会 miss out 掉这个 opportunity。所以你要去想说，哎，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一个这个关键词，那我把这些关键词可以列到我的这个 profile 上面，对吧？我不需要讲说，哎，我这个 payment business 最后做的怎么样，对。所以说找工作在自己的领英的这样的一个页面上，也是要做搜索引擎优化 SEO 的这件事情。对对对。那我再稍微多问一下，这个优化怎么做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tips？ 比如说，你说一般网站优化，对吧？你需要把你的关键词写到 title 上，不要写在下面，字体要大，然后要很多那个网站能 link 到你等等之类的吧。领英的这个有没有什么 SEO 的这个 tips 呢？对，我觉得呢，就是最大一个东西啊，一个 tip 是叫做说，能够你的这些任何的一些这个东西都可以被 standardiz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比如说你的这个 title 对吧？今天写的是这个product manager 或者产品经理等等之类的，你不要去写一些特别 fancy 的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在 recruiter 这个搜的时候，它就不大容易被搜到。有的人会写说我是产品魔术师 product wizard 什么什么。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不要搞这些特别 fancy 的东西，因为你很有可能就被漏掉了。但是有些词它又是近义词，这个领英会自己帮忙解读一下，比如说 product manager 和 product management，我应该用哪个呢？还是说它会被认为是一个？这个是会，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比较 intelligent 啊，就是这些都会被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对接起来，对。但是就是说尽量是写一些就是 standardize， 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在 recruiter 他可能懒得打字的时候，他被提示的这个东西，他只要点一下就好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写个 product wizard，那可能他就点不出来了，对。尽量使用这个，其实这个你们也可以出点这个提示，就是在大家写这个自己页面的时候，对，这是一个大家尽量都用这些词哈，不要用乱七八糟用这些词。是，对。这个也许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feature。Exactly， 对，这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个用户反馈啊。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是再说到 standardization 啊，就是比如说像你的这个学校啊，这个公司啊，都尽量去 standardize。为什么？就我看到有些人可能就写 profile 的时候，比如说打错一个字啊，或者怎么样之类，就是这个 tip 啊，就是说是你选一家带有 logo 的那个公司，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它会被我们这个标准化，然后会更容易被搜到。明白。结构化。Exactly。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有时候可能对于skill 这个 section， 我看到很多人可能不填，或者说填的不是很多。这个其实我是建议大家能够能填的尽量都填上，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 recruiter 还是在用这个 skill 的这个在搜索，对，然后大家也尽量填这个可以被就是在你打进去的时候，它下面有提示嘛，你就可以就挑选提示里面这些。相当于是给自己的这个页面打了个 tag。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原数据 metadata， 你不用每个字都写成一句话放在里面，而是直接把它放 tag 上面。是的，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做法。是的。那个你觉得现在这个 LinkedIn 作为一个社区来说，对于求职者有帮助吗？就比如说发个帖子啊什么这些东西，#tag 一下，这个有什么用呢？对，我觉得是一个 very good question 啊，就是说，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是说 LinkedIn as 一个整个社区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因为最近可能你看到有很多公司都lay off 了，然后呢这些可能被 lay off 的同学，他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就是他现在是在 actively 找工作，其实呢他们就会去发一个帖子去
动用更多的这个 network 或者说是这个 connection 去来帮助他们推荐这个工作。对，这个是一个，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就是很 openly 的在找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工作的话，可以发一些帖子。对，那第二点就是说是，如果说你不是那么 openly 找工作，你还是希望就是说是机会能够降临到你身上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对 Google 感兴趣，对吧？那我建议你去更多去加一些这个 Google 的，比如说你这个方向的这个人，对吧？比如说大舅，然后你一个是说你可以去 reach out， 然后去向他了解一下，就是说在 Google 是什么样的这个工作体验，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你面试也是很有帮助。那同时的话呢，你加的这样的人更多的话，那在 recruiter side， 对吧？我们其实这个 connection 会是作为其中的一个relevance 的一个 factor，然后呢，就是说你 most likely 可能你跟这个 Google recruiter 就变成二等联系人了，那这样的话你的排名可能会更高一点。这个东西我稍微提一下我的 tips 啊，就是说我用 LinkedIn 我真的算是 LinkedIn 的 power user， 我从2010年左右吧，就是基本上是 daily 用每天都上 LinkedIn。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去加别人的时候，别人不一定会加你的，所以 LinkedIn 领英实际上是有个 follow 功能的，就是你是可以去订阅它的，这样它不用它这是单向的，因此你只要订阅它了以后，它有新的帖子，它有新的都会出现在你的这个页面上，你就可以跟它互动，你可以点赞，可以留言什么的，而不要等着它去通过你，因为有的人不会通过，比如有的时候我也不会通过所有的加我为好友的人，这样你可以跟他能够互动起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社交就可以做起来了。是的。好，这是刚才你讲了几个，还有没有什么？除了就是这个人脉的这个tips 以外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特别喜欢 Google， 就是你应该去 follow 一下这个Google。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 recruiter side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 filter 叫做说公司粉丝，对吧？就是 company followers。那很多 recruiter 他其实是更愿意在他这个候选人比较多的时候，他更愿意去找那些对他公司已经有兴趣的人，对吧？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你对于这个公司有兴趣，请你大胆的表达出来你的这个爱。对，有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叫 discovery 的过程，就是你得去找你有兴趣的，比如说假设你是在做一个比如说你做视频产业，对吧？那你就把视频的那些公司全搜一遍，然后全都这个跟随一下，这样的话呢，这些公司都会把你作为他们的比较prefer 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对，是的。说到这个，我突然有一个 feature request， 有个需求，来视频里聊一下，就是刚才讲的找工作的时候，你其实不太想被这个你的同事或领导看到嘛，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发帖子的人也会有这种 concern，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能不能你发帖子的时候，要不然给某种办法让他能够exclude 掉一些，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公众号的那种谁可看谁不可看之类的，这种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用，特别是比如说我特别想有的时候发中文的帖子的时候，我希望只被中国的人看到，要不然的话就别人你看我上面突然出来一堆中文的帖子，如果我是个美国人是吧？这个人老发中文帖子是个什么意思？就我希望能够有个功能，说它要按照语言进行 filter，我只发给中国人看，这样希望你们以后做一个。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feature request。再说一个，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求职 tips？好，那我最后再 share 一个求职 tips，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啊，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没有在找工作，或者说是你可能这个对于某一些 email 不是那么感兴趣，你会怎么样？我一般会按下 no， 但是很多人会不回。对，就是大舅其实这个practice 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按下 no， 或者说是你觉得说你对这个公司还有兴趣，你可以按下这个 yes， 然后呢另外再 follow up 一下，就是比如说不好意思我对这个可能不感兴趣，或者说是那个谢谢你，但是我现在没有在找工作，但我希望可以就是 let's keep in touch， 对吧？ For future opportunities。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你的这个 email 的 response rate，对吧？你的所有的这个 signal，它其实是会反映在我们的这个 recruiter search 的这个 ranking 上面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对你多 active， 你多 likely to 回这个 recruiter 邮件，或者说你回这一类email， 或者是那一类这个 email 的话，就是它都会给我们提供这个 relevance 的 signal。所以说，如果说以后就是你虽然现在没有在找工作，但是肯定 at some point 你会希望有很多人来 reach out to 你，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为了那个时候做准备，你现在得勤奋的回 email。对，这个东西我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我一直觉得如果在别人给你发这种邮件，你写 yes 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一般都写 no， 因为我担心什么呢？我又点了 yes， 然后又跟人家说其实我不感兴趣，只不过我点了一下 yes， 这样会导致这个系统对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错误的 signal， 这个会有问题吗？
对，这是一个 very good question，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提供 yes and no 这样的这个选项呢？是因为就是我们想 understand 一下，就是哪一类的这个email 或者说 opportunities 对你来说是更就是 interesting，对，所以说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点。刚才保罗跟我们讲了很多从求职角度的一些体会，我觉得很多都是非常好的体验，比如说一定要是前25个，对吧？对。然后你收到在 LinkedIn 上别人给你发的 email 的时候，一定要回，不管是 yes or no，一定要回一下，等等，有非常好的一些经验。那如果我现在反过来说，我是一家公司，我想招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找到人呢？好，那这边的话，我可能会给到2个不同的 audience，就是说，假如说你很有钱，有幸买了我们 LinkedIn 的这个产品，对吧？这个 enterprise side 的这个产品的话，那我们其实有一些很多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客户的这个features， 大家可以用，比如说可以去用一下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 overseas candidates，如果说你要选一个在海外的这个华人来回国，这个是现在中国很多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对吧？然后呢，第二个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 open candidate，然后或者说通过这些不同的这些 signals， 就是去做这个 filter，去能够提高你的这个 response rate， 尤其是 open candidate， 因为对于中国的话，其实有很多这个求职者，他们是希望你去打电话给他们，所以你可以非常快的去联系到他们。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这个UI 上叫什么名字啊？对，在中国叫做隐身求职。好，隐身求职，大家记住了。好，那这就回到这个招聘方它有怎么方法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可能客户吧，他在去招海外的华人回国，或者说他在中国想招一些可能怎么说市场价值比较大的一些人才的时候，他 usually 会招一些比如说 upper management， 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新兴的这些技术，比如说 AI 啊、无人车啊等等之类的。那针对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出了不同的叫做领英优选人才包，其实就是把这样的这些人才都结合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里面，那帮助大家可以一键的去选择。回去帮我查一下我在不在哈。好，没问题，帮你手动加进去。好，那如果说就是你没有买这个 LinkedIn 的这个 enterprise 的这个产品的话，就是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在中国真的是给 recruiter 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服务，比如说我们最近在中国就是 launch 了一个产品叫做就是个人的一个职位发布，就是说你不需要购买我们的这个企业级的产品，你如果是吗？是真的吗？我一直以为你要在网上在 LinkedIn 发布的职位你必须得付钱。对，在中国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business model，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中小型的这个企业的话，其实呢，你可以直接去这个 LinkedIn 上面，我们有一个叫 post a job 的这么一个按钮，对吧？去点一下，然后你经过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招聘者认证之后，你就可以免费发职位，目前是限时免费，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用这个。然后这个职位发出来是不是只有中国可以看，美国其他的都能看？对，是的，对。如果说，但是只要这个职位你是发布在中国大陆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限时免费，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用这个 feature。对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公司，我想招一个海外人才，对吧？我可以说这个职位是在中国的，但是我招海外的人，你们海外人也能看得见，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又不要钱。对。是的，对。然后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 APP 上面，其实也是给 recruiter 就是更广大的这个 recruiter 去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功能。然后除了免费发职位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提供了我们叫做这个怎么说这个 recommended candidates，就是说你发了一个职位，可能今天没有那么多人来申请，那你如果想就是 reach out to 更多人怎么办？就是你有没有钱买我们这些有很多 filter recruiter 产品，对吧？那你可以，我们会每天推荐就是几十个不同的这个人才给你，那你可以直接去免费去 email 这些。免费 email。对。哟，不错。所以我们在中国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不仅是这个产品上面有比较大的 scope，其实在这个 business model 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不错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宝路呢，跟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不同各种各样的这个经验分享，首先讲到中国和美国的职场的异同，对吧？比如说中国人他们很多的这个招聘方需要让你知道这个人的性别是什么，然后把他不想要这样的人，对不对？然后宝路怎么样呢？就毅然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等等之类的。然后同时也讲到了中国对于猎头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对。然后后面又讲到在求职方，就是我找工作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
tips，我觉得是很受用的哈。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前25个申请人居然有3倍以上的成功率，我觉得不错不错。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经常会有人问我说，你看这个职位已经发出来3个月了，我要不要投？那从你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是很久很久的职位，可能你很多人都已经是快接近 offer 或者怎么样，对吧？可能就意思不大，要投那个刚发出来的，对不对？再比如你也讲到了从这个招聘方角度来说，有哪些方法，你有钱也行，没有钱也行，对吧？都可以去更好的找到你的candidate 候选人，对吧？好，那我们的这个频道呢，一般对我们的这个嘉宾呢都是非常的感谢，因此我们也给他一个机会，说说看有没有大家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呢？对，那我再回到刚才说的职场人时间捐赠计划，现在其实这个活动是非常的火爆，然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mentor 和 mentee 都sign up 了，所以说在这边再打个小广告，如果说你是一个职场新人，或者说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需要得到一些职场类的帮助的话，那你可以去 scan 这个 QR code 去，对，去找到你需要的导师。那如果说屏幕前的你是一个职场的这个老鸟，或者是一个就是觉得说特别有情怀，想要去帮助在校大学生的这么一个职场人的话，那你可以 scan 这个 QR code， 另外一个二维码，对，来 sign up for 我们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呢，它以后会不仅是成为一个活动，并且因为它这个火爆度，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变成一个 permanent 的产品，对，长期的一个产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好，非常非常好。大家这个看我们的节目呢，学到知识，怎么样呀？去 LinkedIn 上去找一个自己的 mentor，也能学到知识。然后呢，你有很多知识，你也可以传达给别人。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你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你也可以呢，怎么样去领英上去作为一个 mentor 去传达给别人。对的。好，那我们的为期2周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了。非常感谢宝路的这样一个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有一个读者群，现在大家屏幕上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小助手，他们扫描他的这个微信，就可以拉你进群，加入我们的读者群，和其他的读者一起来互动。好，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按赞分享，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哔哩哔哩上给我们的3连支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就到这个地方啦。感谢宝路，好，谢谢大舅。好，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好，拜拜。拜拜。